这个镜头因为是手动对焦，所以很多时候在做街拍的时候，前面的场景它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要先预测好。所以它的光圈还有它的对焦的范围，我们就要先设置好了。那么走到前面，在那个场景的时候，我们马上就可以拍一张。今天要测试的这支镜头，它是一支手动对焦镜头，是气功匠 Seven Artisan 的镜头来的。这支镜头是28mm f5.6，是最近刚推出的。应该这个视频出的时候，这个镜头可以在市场买得到了。这支镜头的设计，它的外观其实是跟徕卡的 Sumaron f2.8 那支镜头是差不多要一样。之前 TT Artisan 名将也是有出一支28mm f5.6，类似这样的镜头。那一支镜头就跟徕卡的 Sumaron 那一支镜头简直是一模一样的。而气功匠这一支呢，虽然说它也是28mm f5.6，不过在外形上还是有一些差别。Seven Artisan 的差别就是比 TT Artisan 或徕卡的镜头要长一点，大约是44mm 的长度。这支镜头它的涂料是以黑漆亮光的涂料来设计的。如果搭配徕卡的 M240 这种黑漆的相机呢，是蛮搭配的，看起来它的质感很不错。M10 的涂料就类似那种比较雾面的黑色，所以搭配这支气功匠的镜头呢是有一点差别。看起来它搭配 M240 黑漆这种机身呢，会比较好看一点。虽然话是这么说，外观颜色的搭配还是要看各自的喜好，而我是很肯定这支 Seven Artisan 的镜头搭配黑漆亮面的机身是真的很好看。这个地方起穹盖，每次测试新的镜头还是相机，我都会来这边做拍摄了。所以很多照片虽然看起来是大同小异，不过用的器材都不一样，还是要拍照片给大家看啊，只是说用的镜头是不一样而已。有看我的视频的应该都知道我多数会在什么地方测试器材，不过我都会尽量以不同的角度来呈现拍摄的照片。最主要还是要让大家看到这 Seven Artisan 的镜头拍出来的照片会是什么样的效果。这支镜头它的光圈是从5.6到22，所以它的景深又很深，应该不用做什么对焦都可以了。比如说你把它设置在光圈 f8， 那么你把对焦设在1.5米的范围，那么应该是从1米到3米多的范围之内都是可以对焦得到，你不用再去调整它的对焦了。所以这支镜头其实在做街拍的话就很方便的使用了。Zone Focusing 这技巧建议你还是要自己多加练习。虽然说很方便使用，不过还是很多第一次使用这方法的还是对不上焦，因为把距离预测错误，或者是把对焦范围搞错了。Seven Artisan 这支镜头在 Zone Focusing 这方面是很方便使用，因为镜头都有明确的把光圈距离的位置刻在镜头上，只要你多加练习，应该是不会出错。把光圈设置在 F8 或者 F11， 几乎从1.5米到无限远都不必再对焦，只要注意构图就好了。这间店叫文记，这个文刚好我的名字也有一个文字。不过你说奇怪不奇怪？这支气功匠，这支28mm f5.6， 这个系列它是叫做文。你看它的镜头这一边前面有一个文的字的，所以
这支镜头好像是为我而做的。其实这个气功匠的系列，它以文这个名字来当这个系列的名字呢，其实有它的原因。假如说你上网去查它的资料的话，它的文其实是指人文摄影，是指那种街拍的意思。这支镜头只是 Seven Artisan 文系列的其中一支镜头，之前已经有推出一支35mm f1.4，也是徕卡 M 卡口的镜头。那支镜头我也很喜欢，文只是 Seven Artisan 这个镜头系列的名字，而不是为我而做的。唔使 scan 咗係咪？唔使啊，佢影呢一張相冇？影呢一張相。OK， 再嚟一張 ，one two three， 再嚟 one two three。OK， 等下先啊。我哋啊好中意街邊影相嘅，再嚟啊，再嚟一張，睇我。OK， 再嚟睇我。OK， 唔該，算啦。OK， 再嚟再嚟 ，one two three。One two three, one two three, OK， 喺呢度，喺度 ，OK， 唔該晒。你響呢度做工嘅係咪？我係拖街嘅。我拖街啊？成日響呢度冇？冇啦，北西度嗰個街有80呢。哦，北數啊，係咯，嗰個北數呢度。我成日帶嗰啲死度嘅，所以我識佢哋咗嘛。哦。你都係做咗成我們，你都 call me。哦 ，OK， 好，下次我洗相俾你。我頭先影嘅，所以你一直響呢度係咪？Middle October， 哦，冇問題啊！我 almost every week 我響呢度行街嘅。OK， 我洗俾你。OK 啊，唔該，唔該。所以有時候做街拍，你拍的人家的照片，你可以洗照片給人家的哦，當做是一種回饋，是嗎？是叫回饋嗎？哦，因为他们愿意给你拍，所以现在你应该要把照片洗出来，然后送给人家。现在这种神庙，他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在请外劳来上班的。哦，就像这位外劳大哥，应该在这里工作很多年了。28mm 的焦段在室内是很好用，因为28mm 也算是广角镜头，足够应付室内空间狭窄的环境。不过这支镜头最大光圈只有 f5.6， 那么在光源不足的情况之下，唯一只能提高 ISO， 或者使用闪光灯。我现在是使用徕卡 M240， 在高 ISO 的情况 ，M240 所拍出来的画面噪点就会比较明显。他从印度来的啊，印度来这里上班。这个对焦环这边是有一个可以锁住无限远的那个范围，意思是说当你锁上去的时候，就对焦就不能再转动了。假如说你要启动这个手动对焦的话，你必须要这边按一下，然后把它推动。然后这个对焦环推动起来的话，它是蛮顺手的，也很滑很顺，不会说很松哦。所以这一点气功匠真的是做得很好。这个遮光罩当你要装进这个镜头的时候，它其实是有一点小技巧，意思是说你要把它转动，然后把它推进去啊，然后这个文字对准上方。还有一点很重要的，这个镜头的粒径，它的尺寸是35.5mm。我在想，像这样的粒径，不知道要去哪里找。我印象之中，好像最小的粒径我所看过的是37mm。知道那里可以买得到35.5mm 的粒径的话，在以下留言，我也想买一个粒径，把它装在这个镜头上。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对之前名匠光学推出的那支 28mm f5.6 做一个对比，到底这支气功匠会比较好，还是名匠那一支会比较好？名匠那一支 28mm 呢，它所用的镜头的料，它是使用黄铜来制造的。而这支气功匠，我在它的官方网站找资料的话，我只看到说它是用金属，而没有写明说到底是用哪一类的金属。
至于画质那一方面，因为我没有测试过名将那一支，所以我也不能提供什么意见。以目前来看，这支气功匠呢所拍出来的画质，我是觉得是蛮不错的。至于画质这方面，镜头只有少许的畸边，紫边的问题也不存在。在光圈 f5.6， 边角是有一点边缘刺光，缩小光圈就可以解决。画面中央的部分在 f5.6 是有足够的锐度 ，f8 会更好。边角的部分 f5.6 或 f8 对比其他的镜头就比较软了一些。不过实际拍出来的画质看起来还是不错的。虽然这支镜头不会是很锐的镜头，我觉得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。最重要，它可以拍出好照片，然后镜头所产生的对比度也很高，色彩也很鲜艳。抗眩光这方面，这支镜头的表现还不错，在没有遮光罩的情况下，眩光不会很明显，都控制得很好。像这种情形，用 Zone Focusing， 然后把那个对焦的范围设置好，然后走过去，蹲下来就马上拍，然后就走人。我们也不要回头看了，到底他们喜欢不喜欢，我也不知道。只要他们不要追上来打我就好了。这种拍摄方法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接受的，建议自己要先了解这一方面的资料。在这里，我所要呈现的就是这个 Sherman Addison 文系列的镜头，在实际拍摄的时候可以怎样去使用。既然镜头是以街拍或人物摄影的理念而设计的镜头，应该是可以这样拍。尤其是 Zone Focusing 这个方法真的很好用，只要距离及范围加上光圈先设置好，那么就不必担心对焦不够快的问题了。今天人真的是很多，你看西琼盖这边人真的很多。这支镜头它不会给你那种背后虚化的效果，因为 f5.6 的景深就会很深，不适合追求全景深的人。我相信会欣赏这支 Sherman Addison 镜头的，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也不必去多说了。幸亏这支是28mm 哦，可以站得靠近一点，不过还是拍得到。假如说这支是50的话，根本是不用拍了，都是拍特写的照片而已。所以今天人多，28mm 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以美金299就可以买到 Sherman Addison 这支镜头，比起徕卡的 Sumaron 28mm， 一支要卖13000马币左右，就便宜很多，变成人人都买得起、玩得起的镜头。最重要的是，拍出来的画质效果都不错，加上镜头的做工也都不错，小巧精致，让我爱不释手，一直都想带着它去拍照。在这里要谢谢 Sherman Addison 提供这支镜头做测试。如果在马来西亚想买这支镜头的，可以到 YL Camera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此为止。你已经中毒，让我帮你解毒。我们下次再见。